他创立5省6曹制，为后来的3省6部制奠定了基础。他开创科举考试，打破了门第的束缚，影响上千年。他通过改革使国力大增，虽然持续了短短几十年的大隋王朝，积攒下的粮食，直到唐朝的贞观时期仍在使用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隋文帝改革及科举制开启。隋朝初立之时，沿袭的是鲜卑人创立的6官制。西魏时期，作为丞相的宇文泰，为了赢取汉族士人的支持，效仿西周时期的周礼，创立了6官制度。北周时期，6官制被全面推行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但是，6官制的称谓复杂，职责不清，办事效率低下。起先，天官大冢宰总领6官，造成了大冢宰专权的局面。后来，大冢宰不再统领其他五府，五府的下属官员都听命于皇帝，导致权力过于分散，形成了十羊9牧的局面，官员机构冗繁庞大。于是，杨坚便废除6官制，创立了5省6曹制。5省当中，尚书省负责执行，内史省负责决策，门下省负责审议，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权力分工，官员职责也更为明确，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政务。另外，秘书省负责掌管图书典籍，内侍省负责内廷工业以及宦官管理，较少涉及朝廷政务。因此，唐朝的时候便改为了3省6部制。接着，杨坚对地方行政制度也进行改革。由于长期的分裂与战乱，导致地方权力扩大，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。同时，官员层级过多，导致信息传递不畅，财政负担过重。于是，杨坚便将之前的州郡县3级行政体制改为了州县2级制。另外，之前的地方佐官基本都是地方长官自行招募，他们通常会选择当地豪门望族的子弟。杨坚改革后，便要求所有地方佐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，并且定期考核，然后再决定去留。581年，杨坚让高炯等人参考魏晋旧律，制定新的律法，开皇律便因此诞生。此律删除了大量的残酷刑罚，比如枭首和车裂以及宫刑等，废除了灭族刑，减去死刑81条，流罪154条，屠和杖等罪行1000余条，只保留了500多条律令。而且制定死刑复奏制度，所有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经过3奏才能处决罪犯。3奏指的是地方官府判决死刑后，需要上报给大理寺复核，大理寺审查后认为案件确实无误，才会上奏给皇帝。最终，所有死刑必须由皇帝亲自决定。土地方面，依然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。为了防范凶年，杨坚在民间设立了很多义仓，著名的有兴洛仓和回洛仓以及黎阳仓等，各仓存储的粮食都在100万担以上。这些粮食直到隋朝灭亡20多年后的唐朝贞观时期仍在使用。可见，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，但积累的财富却是相当惊人的。到隋文帝晚年的时候，天下储存的粮食可供50-60年之用，不仅朝廷的太仓充盈，连各地的义仓也都全部爆满。1969年，考古人员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的粮仓遗址，里面居然还存放着50多万斤碳化了的谷物。587年，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的制度，规定各州每年必须向朝廷选送3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，科举制度的雏形便由此产生。从此之后，选择官员不必只看门第，而是按照成绩优劣选拔人才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此后，科举制在中国留存了1300多年，直到清朝末期才被废除。经济方面，杨坚废除了各种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，改铸5铢钱，并统一度量衡，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。同时，他注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，著名的赵州桥便是在这个时候修建而成的。赵州桥位于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城南2.5公里处，横跨小水南北两岸，是由隋朝著名的匠师李春建造而成的。赵州桥的结构新奇，造型美观，全长50.82米，宽9.6米，由28道独立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。在距今1400多年的时间里，经历了10次水灾、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，赵州桥竟然安然无恙。
军事方面，隋朝沿用的是北周的府兵制，即鲜卑人从军，汉族人务农，府兵可全家免除赋税，家属随营居住。后期为了扩大兵源，给汉族人赐鲜卑姓，然后才可以从军。589年，隋文帝下诏，所有汉人恢复汉姓，士兵家属隶属于州县的户籍全部转为民户，按照均田法授予土地，士兵本人则由军府统领。由于常年战乱，各地隐藏户口的现象非常严重，直接影响赋税的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。583年，隋文帝下诏普查人口，结果查出男丁44.3万人，共计164.15万人被新编入户。此举将依附于豪强的百姓梳理出来，避免了豪强地主的营私舞弊，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，并且增加了朝廷的赋税。由于杨坚从小在寺庙长大，养成了素食素衣的习惯，因此他虽然贵为天子，但食不重肉，衣不着金玉，非常的节俭。上行下效之下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大隋王朝便百业兴旺，经济繁荣。因此，隋文帝杨坚的改革非常成功，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结实的基础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那么，隋炀帝杨广弑君杀兄是真实的历史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上期讲到，皇甫嵩等人不到1年就平息了黄巾之乱，可没多久，黑山军和西凉兵又相继爆发了叛乱。那么，这次叛乱能被平息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时常侍权倾朝野及董卓不听调遣。黄巾之乱的同一年，凉州也发生了叛乱，于是汉灵帝刘宏便派皇甫嵩前去平叛。皇甫嵩走后的第2年，张牛角和楚燕联合起来攻打颍桃，即今天河北省的宁晋县。之后，楚燕推举张牛角为黑山军首领，可没多久，张牛角就被刘建所伤，命在旦夕。临终前，他命令部下尊奉楚燕为黑山军新的首领。楚燕为了继承张牛角的遗志，改为张姓，因为他身轻如燕，又骁勇善战，所以大家都称他张飞燕。接着，他联合了常山郡、赵郡、中山郡、上党郡以及河内郡的众多叛匪，部众迅速地壮大到了近100万之多。如此大的规模，朝廷已无力清剿。所幸张飞燕并不想推翻朝廷，只是想割据称雄，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洛阳，请求朝廷招安。汉灵帝立即任命张飞燕为平难中郎将，管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。至此，黑山军之乱算是暂时平息了下来。那么，凉州叛乱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凉州叛乱是由北宫博玉、李文侯、韩遂、颠章等人以讨伐宦官为名，进犯长安的3府地区开始的。185年3月，刘宏派皇甫嵩前去平叛，可7月份就召他返回洛阳，原因是十常侍的赵忠和他有仇。十常侍并不是10个人，而是汉灵帝时期担任中常侍职位的12名宦官，统称为十常侍。他们不仅自己权倾朝野，亲人和党羽更是遍布天下。他们仰仗着皇帝的信任祸害百姓，横征暴敛，陷害忠良，无恶不作。其中，张让和赵忠最受汉灵帝的信任，他称张让为父，赵忠为母。在这些宦官们的教唆下，刘宏开始公开卖官。朝廷官员要想升迁，就必须给皇帝交钱，以至于官员上任之前需要缴纳的钱，相当于自己25年的俸禄，导致很多清官只能辞职，贪官则可以一路升迁。大多数的官员不敢得罪十常侍以及皇帝，只能同流合污。可王允和皇甫嵩等人例外，依然直言不讳。首先是王允，他上书举报张让暗通黄巾军，结果刘宏只是把张让叫来骂了一通了事。随后王允就被张让找了个借口逮捕入狱，可没过多久赶上了朝廷大赦，王允被免罪释放。张让不肯善罢甘休，王允出狱还不到10天，他就找机会再次将王允逮捕入狱。最后在何进、袁伟以及杨赐等人的劝谏下，刘宏才赦免了王允。王允无法继续留在洛阳，只能隐姓埋名，辗转于河内郡和陈留郡等地。那么皇甫嵩是如何得罪十常侍的呢？他在征讨黄巾军的时候路过叶县，发现赵忠在这里修建的住宅超出了朝廷规定的界限，于是便上书举报。
结果他在前线奋力平叛，赵忠和张让则在刘宏面前不停地诋毁。最后刘宏下诏收回他的将军印绶，召他返回洛阳治罪。接着刘宏换上了张温，让他率军平叛。张温是个文官，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，虽然他位列三公，担任着司空的职位，但这个官职是用钱买的。就这样，张温率军出发，跟随他一起前往的还有破虏将军董卓以及荡寇将军周慎。临行前，他又请求汉灵帝任命孙坚和陶谦为参军，随他出征。孙坚是吴郡富春人，即今天杭州市富阳区人。少年时，他只当了个县吏，由于会稽郡有人兴兵作乱，他便以郡司马的身份，招募了1000余人，平息了叛乱，被升为县丞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他又招募了1000余人，加入了朱俊的大军。之后，他屡立战功，通过朱俊的举荐，被拜为别部司马。就这样，张温率军一路西行，到达了美阳，即今天陕西省武功县西北。他们与叛军展开激战，却出战失利。张温召董卓前来商议军情，然而董卓却拖延了半天才姗姗来迟。张温责备了2句，没成想董卓的脾气比他还大，还出言不逊，顶撞张温。孙坚见状，劝张温应该按照军法处理董卓。可张温觉得董卓因为平叛羌胡有功，在凉州享有盛名，现在正是讨伐凉州叛匪的用人之际，不宜杀了董卓，于是就没有处理他。11月的一天夜里，天上流星划过夜空，叛军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，准备暂时退兵。董卓得知后大喜，立即率军出击，斩杀了数千人，叛军大败而逃。这时张温下令让周慎率领3万大军继续追击叛军，派董卓率领他的3万人前去讨伐仙陵的羌人，这让董卓非常的气愤。随后周慎率军追击，一直将叛军追到了渝中，即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东。这时孙坚建议只需要拨给他1万兵力，他就能截断敌军的粮道，这样城中缺粮，叛军就只能弃城而逃，到时候我们奋起直追，则叛军必败。然而周慎却嗤之以鼻，不理孙坚。此时渝中城里只是叛军的一部分，韩遂和边章则率军据守奎元峡。他们见汉军准备围攻渝中，便从外围切断了周慎的粮道。这时周慎才发现大事不好，立即抛弃辎重，率军逃走。最终此战无功而返。再来看董卓这一路，张温让他去征伐仙陵的羌人，然而当他们走到望源县，即今天天水市西北渭河南岸西阳乡的时候，却被羌人给包围了。情急之下，他让士兵以捕鱼为幌子，偷偷地渡过渭河，然后快马加鞭，才逃到了扶风，即今天陕西省的兴平市。至此，张温的2路大军全都无功而返。但刘宏不仅没有责罚张温，还派人前往长安，拜张温为太尉，成为3公之首。随后他便返回了洛阳。12月，叛军发生了内讧，韩遂斩杀了北宫伯玉、边章和李文侯，成为了凉州叛军唯一的首领。187年3月，韩遂拥兵10余万，准备攻打陇西郡。凉州刺史耿比集中了6郡兵力，抵达陇西郡的狄道县，即今天甘肃省临洮县，准备迎击叛军。然而陇西太守李相如投降了叛军，接着耿比的军中发生了兵变，耿比被杀，他的军司马马腾也投降了韩遂。至此叛军无人可挡，他们便来到了汉阳郡。汉阳郡的治所是蓟县，即今天甘肃省的甘谷县。这时汉阳郡一个名叫王国的人，自称何仲将军，也举兵反汉。于是韩遂和马腾就拥戴他，成为了叛军的首领。随后他们率军围攻汉阳郡，汉阳太守傅燮战死。从此之后，东汉王朝基本丧失了对凉州的控制权。刘宏非常气愤，立即下诏罢免了张温的太尉之职，改拜崔烈。可7个月之后，崔烈也被罢免了，又改拜曹嵩。曹嵩原本并不姓曹，《曹瞒传》里首次提出说他本姓夏侯，但目前争议比较大。他之所以姓曹，是因为他给宦官曹腾当了养子。依靠曹腾的关系，他官拜司隶校尉，到汉灵帝时期历任大鸿胪和大司农，位列9卿。
崔烈被罢免后，他因为给刘宏捐了1亿半钱，资助其修建西园，于是被拜为太尉，位列3公之首。他的儿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曹操曹孟德，可他的太尉之职也只当了半年就被罢免了。刘宏现在才发现没有皇甫嵩确实是不行，于是只能再请皇甫嵩出山。188年11月，刘宏拜皇甫嵩为左将军，统领全军，董卓为前将军，两人各率2万大军前往平叛。此时叛军正在围攻陈仓，即今天陕西省宝鸡市，于是他们便率军到达了陈仓。然而他们却在如何攻打叛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董卓认为应该速战，立即救援陈仓，而皇甫嵩则认为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按现在的形势看，叛军是不可能攻破陈仓的，所以我想要的是大胜，而不只是救援陈仓。于是皇甫嵩按兵不动，叛军则继续围攻陈仓。过了80多天，陈仓依然无法攻破，叛军只能撤退。这时皇甫嵩立即下令准备出击，可董卓却不愿出兵，他告诉皇甫嵩，兵法有云，穷寇莫追呀。皇甫嵩却说，我要追的可不是穷寇，而是溃乱之师，你只负责殿后就好，穷寇我自己去追。说完，他便独自率兵前往。此时的叛军已围攻了陈仓月余，精疲力竭，士气低落，而皇甫嵩的大军则养精蓄锐，士气高昂。双方激战后，叛军被斩杀了1万多人，首领王国被杀，叛军大败。如此大的战功，董卓却一点都没捞着，他既惭愧又遗憾，便开始记恨皇甫嵩。这时汉灵帝下诏，任命董卓为并州牧，让他前往并州上任，属下的将士则交给皇甫嵩统领。没想到董卓竟然抗命不从，他给汉灵帝上奏说，他属下的将士都是羌胡人，不领朝廷的俸禄，一旦他离开，担心会给朝廷添麻烦，所以他希望能带着这些人一起前往并州，替朝廷守边。皇甫嵩的侄子觉得董卓若不除，迟早是个祸害，于是建议皇甫嵩出兵剿灭。可皇甫嵩认为没有朝廷的诏命，出师无名，就没有听从，只是给汉灵帝上书说明利害，让他自己定夺。董卓得知后更加的记恨皇甫嵩。之后董卓便带着他的5000精锐前往并州上任，然而当他走到河东郡的时候就不走了，停在这里观察洛阳的局势。果然没多久，189年4月11日，汉灵帝刘宏驾崩，年仅34岁。那么刘宏驾崩后，皇位能够顺利交接吗？董卓又是如何奉诏入京的呢？我们下期继续讲述。